全世界现存最高的琉璃宝塔，便是位于中国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的飞虹塔，其造型无比精美，细节满满。它所在的寺院名叫广胜寺，这座古刹分为上寺和下寺，我们这次只看上寺，下寺回头再说。上寺的看点除了飞虹塔之外，还有地藏殿的精彩悬塑，以及大雄宝殿的精美造像，这些大都是明代的产物。因为广胜寺内拥有大量精彩的看点，所以这里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与此同时，它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。本期视频是我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巡礼系列的第34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可以找到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节目合集，从而观看系列内的其他内容。取景这个事儿也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但我知道通关也没看出从哪儿取的景，将来就蹲一蹲 DLC 了。但我们能确定的是，在86版《西游记扫塔变奇缘》一集中，唐僧师徒所扫之塔的外景便是广胜寺上寺的飞虹塔，可见它与《西游记》是渊源颇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的广胜寺啊，看我背后这座塔，这就是著名的飞虹塔，熟悉的取景地。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。我是在2024年夏天租车自驾过去的。停车场的位置挺富裕，但忘了停一次车多少钱了。停车位附近就有导览图，我们可以大致预览到，飞虹塔所在区域是广胜寺上寺，水神庙元代壁画所在区域则是广胜寺下寺。等将来有机会，我们再出视频说下寺。再往前走就来到了检票口，可以扫码购票，全价票68块，观光车10块。如果不买观光车票，就得走很远的路。然后出来，右手边就是这个石牌楼，可以在这等车。然后我们上车，第一站下车的位置就是上寺的门口，隔着墙就能看到飞虹塔，也可以在附近俯瞰山下的风景。上寺的入口便是山门殿，这座建筑一般被认为是元代建筑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笼内有造像2尊，想来便是哼哈二将，张嘴者为哈，闭嘴者为哼。二将皆手持宝杵于山门处护法，而山门殿内的万代慈航匾则是一块清康熙年间的匾。走进山门之后，还能看到一个小门，应该是上寺的二山门，其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上覆黄绿2色琉璃瓦，下方雀体为熟悉的2龙戏珠，而正脊两端的螭吻则是琉璃材质的盘龙大吻，外观看起来非常精致。我们在这2道门的附近还能发现几块碑，其中包括一块乾隆碑，以及一块磨损严重的功德碑，还有一块明嘉靖年间的碑，旁边则是一块重修功德碑。站在二山门往里看，能看到左手边有一座小塔，小塔旁边则是一块雍正碑。这座小砖塔结构简单，最下方是6角须弥座，须弥座的中间有结构简单的花鸟砖雕，其中间2侧塔身分别为圆形和6角形，再往上的塔檐区域为砖仿木结构，上有云纹浮雕。看完这座小塔之后，我们来将目光投向飞虹塔这座大塔。此塔始建于东汉年间，但原版的塔没能保存下来。我们如今看到的飞虹塔则是明嘉靖年间复建的版本。这里要说一句，广胜寺是不让飞无人机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是让飞，我也不敢用无人机怼着塔拍细节，那飞不飞的全无意义。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F 先生，是他给我分享了相机拍的高清图，我这破手机绝对拍不到这个水准，这样我们看细节就更方便了。我们能在塔的最前方发现一座十字歇山顶的小房子，这里也是飞虹塔的入口，其屋顶上覆黄绿2色琉璃瓦，这和琉璃塔本身的风格也是相符的。围廊的屋檐之下有一个古朴的大铁钟，上面写着大民国山西平阳府，这是明代定下的称谓，钟则推断为明代铁钟。其外墙上还镶着一块同治年间的功德碑，以及一块道光年间的广胜寺景区介绍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康熙年间禁止盗伐树木碑，还有康熙年间的一套修缮功德碑，其字迹均已严重磨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道光年间的木画重修碑，此外还有1993年的修缮碑，以及2006年的建塔僧禅师碑记。目前飞虹塔的底层是允许进入的，也没有硬性的不允许拍照，但是里边黑咕隆咚，什么都没得拍。
那我们就只好出去看外层。我们能在第一层的塔檐下边看到有很多建筑型装饰，有的是十字斜山顶的小亭子，有的是单檐斜山顶的大亭子，其上覆黄色琉璃瓦，绿色简边，下方有多层道宝塔式斗拱，前面还站立着一个菩萨，有的侧面则只能看到一个屋顶，屋顶上面是踏云的瑞兽，瑞兽上面则站着一个无头的菩萨。建筑的两侧则多用花朵与龙形浮雕进行装饰，其顶端则是由黄绿蓝三色琉璃所拼成的石仿木斗拱。二层的每个面里都有若干个琉璃垂花柱，垂花柱的左右两侧则各有一个黄绿相间的团龙琉璃浮雕，转角处的琉璃小人则是立式雕塑，但每个面中间就不一定是谁了，有的是一个武将装束的金刚，有的是俩金刚围着一个凤凰形状的瑞兽，总之是千变万化，各有不同。而这一层的琉璃仿木斗拱看起来比一层的要更加细密。然后我们来看三层，这是我用手机能看到的极限。三层的每一面都有一个琉璃捆门，仔细看门的两侧居然做出了黄色琉璃帷幔来，两个侧面则各有一个黄色琉璃宝瓶，各个捆门的前面都有一个琉璃菩萨，左右两侧则各有一个侍者，而且其造像画风都是偏世俗化的。侍者的外面则是非常明显的勾栏结构，捆门的上方也有两个垂花柱，再往上不见斗拱，反而变成了黄绿二色的双层仰帘，其造型多变，可见一斑。再往上就要借助 F 先生的图了，好在上层的结构都比较简单，比如4层就保留了捆门和垂花柱以及捆门里的琉璃造像，5层的门变成了旋形门，里边变成了佛像，两侧换了宝相花浮雕，后边6到10层都差不多，不多赘述。而最靠上的几层则是在捆门里放了宝瓶，其余的结构则都被简化到了极致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一整座的飞鸿塔。下面我们奔赴后方的弥陀殿，这座殿的砖瓦是后换的，但梁架是元代时期的原物，所以一般被断代为元代建筑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斜山顶，正脊上的大螭吻，其主体部分用的竟是蓝色琉璃瓦，几叉位置的琉璃牌子写的则是皇帝万岁4个字，而且屋顶上还有用纯黄色琉璃瓦所铺成的琉璃方胜。再看它的铺座区，其柱头上施普拍方，把柱头和铺座隔离开来，柱头铺座和补间铺座都是前出两昂，但上方的耍头就比较多变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。下面我们走进殿内，一抬头就看到了清雍正年间的题记，听说殿内还有明嘉靖年间的题记，年代比前者更早一些，可惜我当时没注意到它。如果低头看脚下的石柱础，就会发现上面密密麻麻雕刻了很多云纹。然后我们来看周围的壁画，这是明万历年间的水陆壁画，当初在1978年修缮墙壁时，在泥皮间无意发现的。现在东壁的壁画还是相对完整的，但字迹已经残缺不全了，而另外几面墙就看不到什么了。当然了，弥陀殿内其他面的壁画也不是一点都没有。如果你绕到殿后，你还能在这边的壁画里看到10个头戴花冠、胸佩璎珞、侍立于两侧的菩萨，这个叫做众菩萨拜三世佛。那么三世佛在哪儿呢？答案是在最高的位置，不仔细点根本看不见。看到壁画的右上角时，发现这边还有题记，估计是功德主和年代的记录，但我这个不到2米的身高，明显没机会看细节了。背面来都来了，我们顺便看看造像。中间的造像大家都认识，这是一尊咧嘴大笑的倒坐弥勒佛，连带着两边的侍者都跟着一起笑，而偏后的位置还有2个胁侍佛。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在这个时代，未来佛弥勒已经坐了 C 位，意味着未来已经到来了，既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而正面的造像则是明代造像西方三圣，中间端坐的主佛是西方净土教主阿弥陀佛，其佛衣上有华丽的缠枝莲纹，双手则平放于腿上，结禅定印。主佛后方的壁画描绘的是头顶圆光的僧人形象，这是用壁画来代替了胁侍弟子的造像。主佛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型的阿弥陀佛，端坐于莲台之上，左右两侧胁侍位的则是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。2位菩萨头戴花冠，胸佩璎珞，其脚下的瑞兽则是向前嘶吼的姿势。
此殿之内的藏经柜，它原本是明经赵成金藏所在地。这是一部印刷于金代时期，并保留了700多年的典籍。它于1933年面世之后，无论是日本侵略者还是老蒋的队伍，都想把这部珍贵的经书据为己有。但在广胜寺僧人的保护下，这些人最终无功而返。如今这部经书已经被送到北京国家图书馆，被保护起来了。现在我们从弥陀殿走出来，发现下一进院落右手边的建筑是课堂兼佛事组，它目前应是功能性用房。左手边的房子关门了，边上倒是开了个小摊儿，专门用来售卖许愿牌。这消费项目各位自行关注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下面我们来看正面的大雄宝殿，此殿面阔5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檐下不用斗拱，画风一眼明清。实际上它也是明代的建筑。大雄宝殿前有2棵老树，据说这2棵树都是唐槐，它们也是当初寺内僧人所说的护法树。廊下摆着一口大铁钟，旁边牌子写着禁止敲钟。为什么不让敲呢？看这上面写的年份，这居然是明弘治5年的钟，居然就这么露天摆放了。另外头顶的位置还挂着一口小点的钟，看着也很古朴，但是我身高不够，没法仔细阅读铭文。下面我们走进殿内，先抬头看就能看到一块光辉万古匾额，这是爱新觉罗胤禛在当雍亲王的时候给广胜寺写的匾额。等他继位之后，怎么着，四爷赏你一块匾，而且他升级为御笔书法了，那这个价值当然就水涨船高了。中间主佛为释迦牟尼，佛像身穿半袒右肩式袈裟，以家夫坐姿坐于仰莲宝座之上，其左右2侧的2弟子，少者为阿难，老者为迦摄。主佛右斜视龛为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，白象本该是6牙白象，目前还有6牙留下的断口，但牙却在过往的岁月里丢失掉了。左斜视龛是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文殊菩萨，下面的坐骑是青狮，旁边络腮胡子的是千狮人，而释迦牟尼与文殊普贤加在一起，三者则一般被合称为释迦三尊。看完造像，我们可以顺便看看外侧的佛龛，这上边雕刻了很多的祥瑞图案，甚至乍一看都会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个拔步床，这个观感实在是太精美了。不知那些古老时代的匠人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。室内2侧的造像则是18罗汉，另外此屋的屋顶并不是彻上明造结构，梁架结构基本看不到，我们随便看2眼就好。然后我们绕到后面，就能看到此处的倒坐观音。观音以家夫坐姿端坐于3层仰莲宝座之上，旁边立在云端的小童则为善财。注意看旁边的维陀姿势，是双手合十，宝杵平放，这意味着古代的广胜寺是允许云游僧人免费吃住的，现在不知道还行不行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的大雄宝殿。现在我们走出来，直奔后面的送子观音殿。此屋面阔7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殿内梁架结构极为简约。总体来说看点不算多。它的对面是地藏殿，同样是面阔7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但这个屋脊要素有点多呀。除了几叉造型复杂之外，还加了好多琉璃脊兽。这边龙和牡丹串在一起的造型叫做龙串富贵，也是一种祥瑞的寓意。下面我们走进地藏殿内，一眼就看到了这殿内极为复杂的元素。正中间的造像明显是地藏王菩萨，但这不是菩萨的装束，而是王者的装束，这是民间造像较为世俗化的一面。而地藏王周边的4座塑像则为焰魔使者、持宝童子、大慈天女、宝藏天女等等。再往外侧的2个斜视造像，年少者为道明和尚，年老者为敏公和尚。道明、敏公之外是2个鬼族，资料说这是牛头马面，但也看不出来哪点像牛马。看他们的外形，发现他们的肌肉很发达，很像现实中的武将。2侧的造像则是十殿阎王。之前我们没细说过，这次我们以释心田法师的图解地藏经为准来做个详解。第一殿秦广王掌管人间妖兽生死，辨明鬼魂善恶，善者直接送第10殿投生，恶者送后几殿受苦。第二殿楚江王掌管活大地狱，也就是波伊亭寒冰地狱，专门惩罚生前伤人肢体、奸盗伤生者。第3殿宋帝王掌管黑绳大地狱，专门惩罚生前忤逆尊长、教唆兴讼者，但要是遭遇不公，就理当反抗，哪怕是深入地狱，这天命我也认了。第4殿武官王掌管河大地狱，专门惩罚抗粮赖租、交易欺诈者，等他们死了之后，就都得送进这边来。
第5殿是阎罗王，广胜寺的阎罗王造像一般被视为包拯，他会将罪魂押进望乡台，让他们最后一次回望人间亲属，再以无私铁面细查罪恶，投入诛心地狱受罚。第6殿变成王，掌管大叫唤地狱及枉死城。如果人该活60岁，却到40岁便枉死，便会来到此处，待到60岁后再出来，辨明善恶后发落。第7殿泰山王，掌管热恼地狱，专门惩罚盗窃诬告、敲诈及谋财害命等人。比如那位敲诈前夫1000万的，死后就要来到这边，被细细磨成肉泥。第8殿都市王，掌管大热大恼大地狱，令罪人受尽痛苦后，再交到第10殿发落，而且只能投到畜生道。第9殿平等王，掌管丰都城铁网阿鼻地狱，专门惩罚生前杀人放火者，进此处受刨落之刑，再送到第10殿发落。第10殿转轮王，负责给鬼魂分别善恶，核定等级，发4大部洲投生。最外侧的则是6判官，可见这是一个满配置的地藏王菩萨殿，尤其是上方的悬塑造像也做得非常精致。要知道，广胜寺最出名的是飞虹塔，而不是这些悬塑。我来广胜寺之前，压根不知道这些悬塑，所以此处看到的造像称得起是一份意外惊喜了。最后我们抬头看梁架的时候，率先就能看到乾隆和光绪年间的重修题记，而屋顶的这些梁架，有的四川符是曲了拐弯的，有的平梁是曲了拐弯的，这就是元代建筑经常采用的一种风格了。最后我们走出地藏殿，看最后一座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建筑，它就是最后方的毗卢殿。此殿面阔5间，屋顶为单檐5殿顶，而且这个正脊的琉璃装饰未免太过纷繁华丽了。正门上边的匾额天中天，则是清朝顺治年间的匾额，而窗棂上边的镂空雕花则拥有着多种多样的花纹，其造型精美且复杂多变。下面我们走进殿内，记得小心脚下的石柱础，如果在这儿绊倒了，那就会摔出有历史感的一跤。现在我们来欣赏殿内的造像，其主佛为毗卢遮那佛，其头戴连瓣花冠，身穿通肩袈裟，双手在胸前结毗卢印，左右两侧则各有一个斜视的童子造像，而主佛前方的小佛则是一个小型的铜制阿弥陀佛，它的座位上有很多更小的佛，这个叫做千佛宝座，现在已经被铁丝网覆盖起来了，而且掉了很多，我们紧紧贴到网眼上拍，就能够看得更清晰一些。主佛左斜侍卫为文殊菩萨，这是靠下边的青狮辨认出来的；右斜侍卫则是普贤菩萨，这是靠下边的白象辨认出来的。主佛东侧为卢舍那佛，其外侧则是观音菩萨，其脚下瑞兽为麒麟；西侧则是释迦牟尼佛，其外侧则是地藏菩萨，脚下则是一只独角兽。三尊佛像全都有贴金痕迹，如今多年过去了，仍有少许的金色痕迹留存。主佛背后的壁画为12圆觉像，可惜大部分都被挡住了，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点点。两侧的造像则为88佛，据慈悲道场忏法传记载，35佛灭烦恼力，53佛降伏魔力。下方的35尊造像便是35佛，小一点的造像是供养菩萨，而上方的壁画则是53佛，加一起就是88佛了。他们所在的木龛不仅下方有非常精致的浮雕，连上方的斗拱和雀替也得到了精致的还原。这时候我一回头，发现门两侧居然还有俩金刚，这个造型似乎在等人摔杯为号，然后一拥而上。金刚造像旁边的墙上还贴着个清顺治15年的功德榜。看完弥陀殿，我们从这个小门出去，今天的广胜寺上寺之旅终告结束。很多人来这边基本上都是冲着飞虹塔来的，看完飞虹塔之后，后面就一带而过了。但我们这一路走过来，其实就不难发现，这后面处处都是宝藏，如果不细看，就很容易错过一些精彩的看点。偌大的佛国世界远不止这一座琉璃塔，而大千世界中的精彩更不止于黑神话悟空而已。我们因黑神话悟空与广胜寺结缘，这也是我们走出家门去邂逅更多精彩的契机。须知人生如朝露，不耽乐，芳华刹那而已。不妨在有限的岁月里，看看数百年前的元构明塔，在须臾之间与远远超过人生长度的真实历史去对话，那便是我们不可错过的天命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